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3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神奇九转终于形成，但还不能够随便抄底。如果你还不会九转后的买卖技巧，那么今天一定要认真听了。英伟达来到重要的支撑位置，这里如果跌破，那么可能会发生更大幅度的下跌，一定要千万小心。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5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还是要对于指数有所分析，阿哲会专门讲一下之前对于指数纳斯达克它的观点回顾，以及九转产生了，那么我们怎么去买，怎么去卖的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上升九转，那你是不是？如果产生了下跌九转，你是不是有遇到过买入还继续下跌的问题？但有些九转却立刻买了能够涨，它们其中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个买点的关键。那么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对于指数有所了解后，我们来看到个股方面。那么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威、谷歌、微软、Coin、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E 以及 MBIS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而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那么千万要注意了，阿哲视频当中的内容会偏多，所以视频录制之后时长会偏长一点。那么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或者说不是每一部分您都感兴趣，那么记得阿哲在底下是标记好了时间轴，那么已经把每一部分都分开了，您点击跳转就行。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一些。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所讲的一些观点。对于前期我们最重要的观点是缺口方面，其实目前的市场它一直出现向下跳空，它跳空向下的动作已经变得有种频繁，是吧？这种行为其实是不太正常的。在一个上升区当中，其实多有向上跳空，而少有向下跳空。很多向下跳空缺口它会被快速的回补。我们把行情调到日线上，我们看到纳指的日线图，你就明白了。那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指的日线图。之前我们讲过，这个缺口黄色、缺口蓝色就是向上跳空，粉色是向下跳空。所以你会发现前期这波上涨是一个向下跳的动作都没有，全都是向上跳空，而后它的缺口是不会回补的。而后如果有回补，它基本上也就一补就是低点了，有缺口稍微补一补就是低点了。这是一个多方的市场，就是你赚钱做多最容易的市场，一般就会出现这种指数特征。那什么情况下你赚钱可能变得不易了呢？那就是熊市，或者说短线的熊市可能要到来了。缺口出现向下跳空，而后市场回补很慢，或者回补之后它就是一个高点了，说明一个向下跳空缺口要么是空方太强，多方无力回补，要么就是回补之后多方耗尽那么高点立现，而价格会重新下跌。所以当前要么就是缺口回补很慢，回补之后见高点，要么就是到目前为止都不回补，或者说回补之后就见高点。所以这是一个偏短线熊市的市场，空方强劲市场，这是我们一直讲过的一个缺口的多空博弈。如果在这种结构之下，那市场往下跌，那它要干嘛？它要去寻找其他的多方力量。那什么叫多方力量？这个向上跳空缺口就是多方曾经留下的能量。像之前这波下跌，哪里止跌的？回补了底下这2个缺口之后，一次性是吧？回补全部，而后止跌的。那么当前如果你要寻找一个重要空间价位，容易引发多方抄底行为，那其实这底下的4个缺口都是你要去关键去找的一个目标。跌到某个缺口出现明显价格反馈，比如说长下影线，比如说反包阳线，这就是你要去注意的抄底机会。这是我们在本周一公开直播当中都讲过的内容，我们现在做一个回顾。所以当前市场的目标要么就是九转，但是还没有完全衰竭，目标就是下方缺口的回补，要么就是价格要开始往上回补这个缺口，而后再选择向下回补底下的缺口。所以要么就直接跌到位，要么就反弹之后再往下去填补缺口。那么一次性能够填补上方缺口，而后不见高点重新转强，甚至出现向上跳空，概率会低很多。所以这是3种情况，前2种空方占优下，更大概率出现。第3种向上跳空补缺口可能性较低，除非有特别好的消息出现。所以当前底下的空间你就知道了有哪些重要支撑区。好，那么结合我们神奇九转下跌衰竭的出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九转的买点。就很多同学目前对于九转已经有所认识，特别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九转，九转出现可能是一个低点，像今年我们比较经典的一次讲到九转的，
那是不是纳斯达克指数图我们在周线上之前讲过的，就曾经周线上出现九转，而后阿哲提醒这个地方不应该再做空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九转产生周线九转，而后市场出现上涨？是吧？周线九转，日线其实今年才刚出现，而当时周线九转时，日线也有个九转，是吧？那日线当时这个九转后其实还在下跌，而后才跌出了周线九转。所以这里其实有一些问题，九转出现了，但是它可能会有误差。如果九转出现我就买，那我会被套一周，而后再起来。那有时候可能都起不来，直接就套下去了。所以对于买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九转只是一个信号，就九转后是涨是跌，我们还需要一个确认的交易的买卖的一个机会。首先我们来看到曾经的这一个下跌的九转，我怎么去规避这种情况？就九转出现之后还往下跌，而后才衰竭。那最简单的一种买入机会，我们在昨天的会员视频当中其实也提前讲了，有2种机会，2种买点，如果同时出现会更好。那第一种，如果它一直收阴线，你就不要买呗，我就等阳线。这个阳线也不能是普通阳线，它要是仿包的阳线，如果能有强势的底分型或缺口快速回补，那就更好了。所以强阳产生是九转衰竭后的一个确定信号。就它这里提醒衰竭了，但市场不一定每次都那么听话，它可能还会惯性下跌。那我们要明确衰竭，还要有阳线的确认，这是第一种偏右侧，是吧？偏右侧，但是还行。还有一种，我们用九转的形成规律来去进行实现做多的一个信号。九转产生它其实是有一个条件，就连续9天收盘价都要比4天前的收盘价是要低的，也就是说它是只看收盘价。比如说9号 K 线的收盘价是哪里？是阴线，是这个地方，那么它就是0天，对，当天是0。好，那1天前、2天前、3天前，是吧？4天前。好，那4天前是不是5号 K 线它的收盘价是在这里的？那比5低了，所以9就会形成。如果当时这一天是收盘价收在5之上，那其实这个9就不形成，那么全都打断了。所以它要连续9天，而后它的收盘价都是比4天前低，那么空方在这种情况下才容易衰竭。那也就是说，如果后续依旧保持比4天前收盘低，其实这个空方其实还是在延续的，它并没有说完全衰竭。那怎么样算衰竭？就开始比4天前高了，那么有可能衰竭，或者说更加容易打断连续9天的这种节奏。所以当时这个地方其实它还是保持着比4天前低的节奏。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里是怎么算的。正常九转的一个序列，它就是4天时间，它就是连续9天要比4天前收盘价低，连续出现9天。这里我们再把时间放大，那当时你会发现它其实这个节奏，它到第10天的时候，它其实也还在，也就是说这一天还是比4天前低的。我们再往后调，因为11天、12天、13天、14天、甚至15天，是吧？16天，就当时这个1号 K 线开始，它是连续16根 K 线，连续16天都比4天前低。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会知道，如果这个条件它就说明空方未衰竭，还在下跌。那么当时跌到9之后，它其实还往后延到16，还在衰竭，是等到第17天的时候，等到这一天的时候，它才不是比4天前低，而是比4天前高。好，所以以此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市场它一直比4天前低，那么这个下跌结构可能依旧会延续，可能会无限延续，一直比4天前低，你要是去买，就说明还在空方弱势。只有比4天前高了，我们认为这个节奏就打断了，那么就不延续了，那么这一天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节奏了，它有可能会延续上涨结构，那么连续9天就形成上涨的9。所以我们除了看到右侧强势阳线之外，如果当时这根阳线同样比4天前高，那就更好了。而我们可以看到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是吧？当时这根阳线它比4天前是低的，所以这一天虽然是反包阳，但它不是结构的破坏。结构破坏是这一根，因为它的4天前是它，是吧？它比它高了，又是反包阳，所以这一天是作为一个非常不错的2个条件都满足的买点，而前面这里只满足反包阳线。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现在的行情，现在是九转9后，我们会发现第9根 K 线后，是吧？第10根 K 线它是不是还是比1、2、3、4的收盘价要低？如果我们要去一个比较明确的右侧抄底行为，就刚才说的2种条件符合一种，要么是反包阳线，是吧？要么就是比4天前高。如果2者都有，那就更好，更加明确。所以当前一种都没有，没有反包阳，它也没有比4天前高。所以这个九转有可能会延续，如果它一直保持我们所说的这个4天前低的节奏，那么就有可能会延续到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下方这个缺口去回补，而后再出现这种 K 线。以上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一个升级九转它的一个
买卖，因为是下跌结构为主，所以阿哲呢就讲买点，卖点其实就反过来，反过来看就行了。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观点回顾和时机周转的买卖。那么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是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依旧支持阿哲每期的创作。如果您是新同学，也希望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就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我们可以持续学习技术分析，持续了解美股行情。当然，阿哲也知道最近行情其实走势不太好，甚至可以说整个6、7月其实都不是很好，大家的手中盈利没有像之前那么容易实现。做多之前很简单，单边上涨行情，那个时候买什么可能都赚钱。那时候可能买什么都赚钱，而现在这种市场高位下跌以来，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获利落袋，那其实很多人是亏损的，甚至把之前赚的都吐回去，还要倒赔不少，是吧？甚至还会被套。像什么之前涨得很好的 AMD、英特尔 APP 是吧？半导体，那其实最近都出现大幅下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市场能够上涨时，能够容易赚钱时，能够赚钱之外，在市场不好时，你也要记得及时减仓，或者说及时的对冲。所以如果您已经订阅阿哲频道，或者说您是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对于目前市场的环境和大家的一个交易情况，阿哲其实比较建议如果您已经订阅阿哲了，那么有一个订阅的粉丝福利，大家可以领取，它呢对您的交易是很有帮助的。那么阿哲最近推出了一个全新的4大重磅福利，关于交易方面的一个优化。如果您确实也面临这种问题，就市场可能好赚钱时您能赚，市场如果一旦波动震荡下跌，那您就直接亏回去了，或者说直接坐过山车，还是这种水平，还是这样的一个，还是这种情况，其实阿哲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内部的一个期权交易的直播课程，或者说实战课程。阿哲特别邀请了一位特别专业的期权老师威特老师，在课程当中他会教大家怎么去做美股实战和期权的一个策略布局，如何在市场上涨时能够赚更多钱，如何在市场下跌时能够去对冲，能去减轻风险。那么现在如果您订阅阿哲频道，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就可以领取这4重福利，分别是期权交易的每周体验课程，一般是美东时间周2、周3、周4上午的9点，同时也有专属于订阅粉丝的期权体验频道，频道当中也有每天的一些小知识，还有一些彩蛋交易的提醒，还有一些经典的期权交易的解析，同时也有盘前盘中的异动雷达。当然，如果您时间上如果您有时差问题，不能够完全参与直播，也可以课后去收听直播的回放。那么现在订阅阿哲之后，您找到助教也可以领取一份期权小白到高手的全阶的讲义一套。那么很多同学在参与了圭特老师的一个期权课之后，也反响特别好。那么有同学可能从一个全新的小白，那变成了目前对于期权交易有所了解的一些实战高手。在收听完1周的课程之后，也对于交易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当然也有同学通过期权的策略也实现一些收益，有同学在学习当中可能用这个模拟账户去进行了解，也有同学是直接投入了实战，也收获不少。所以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或者说底下评论区找到助教，而后去领取这一个订阅的4重重磅福利。特别是如果您对于交易还不太擅长，都可以去好好了解一下美股的期权课程。那我们的期权老师他也是全程会拿一个账户全程去演讲，全程去教学每一种期权策略它的一个效果，基本上也会每周实战更新账户的一个情况。像目前这个账户在标普纳指这种明显大跌的环境之下，那么依旧在最近几个月收获了50%左右的一个收益。阿哲相信这一种实战水平绝对能够帮助到你。那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那第2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我们来看到特斯拉。特斯拉阿哲目前标记了绿色块，不是说直接买进，而是说有一个比较便宜的筹码可能会出现反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反弹机会何时会出现。当前的特斯拉也是一个下跌的9转形成了，但它是不是也还是维持一个动作，就比4天前低也没有反包阳线。其实像之前的几次下跌的9都是如此，我们一定要严格在9之后寻找一个好的买点。你也可以直接去找买点，比如说9的时候就是反包阳了，那我直接看涨可以吗？它符合一种买点是吧？那也可以是吧？那也没问题。但如果我们要求更严格一点，其实这几次它的买点都不算特别好。像这一次下跌有反包阳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比4天前高，因为它的4天前其实是在这个地方，而当有4天前高的 K 线产生时，它其实又不是反包阳，是吧？所以这种地方其实就不是特别好的交易点了。像这里虽然有一个反包阳，但是它不是比4天前高，而当比4天前高而又是一个反包阳的时候，又临近压力位，是吧？出现走弱现象了，所以这一期都是一个反弹
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相对底部的九转。那包括这种九转就基本可以规避了，是吧？又没有反包阳线，又没有比4天前高，而后这种阳线的产生，是吧？所以价格走势，那包括这种九转上行，上升九转，那九转我们就看一下，这一天肯定是比4天前低的，又是反包阴线，又是缺口，是吧？所以这种地方明确的一个空方确实占优了，是吧？多头衰竭的一个信号。现在这种下跌走势，九转出现了，是不是还是比4天前低啊？收盘价也没有说有反包阳线，所以要么等一个反包阳是最低的要求。我们相对高要求、高标准，它不只是反包阳，还要比1天、2天、3天、4天，还要比4天前的收盘价高，是吧？出现这种阳线，它就满足了，又是4天前高，又是一个反包阳，那就更好。所以这是一个九转后的一个买入的一个参考。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日线的一个趋势如何。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表。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目前其实就是一个下跌的结构。我们从它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下跌趋势，黄色飘带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当前是经历了一个大的缺口，破了左侧的低点。一般破底之后，市场再加上九转，它的衰竭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下跌之后破底之后，而产生一次反弹，去回撤一下这个缺口的压力，以及左边破底之后的这种有效性。这一波如果有九转后的反包阳线，可以参与中反弹行情，但也只是反弹行情，因为它整体的趋势是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龙门线、白色线，它其实就是一个向下的抛线的一个动作了，往下再抛了。价格走势，那么后续就容易在此产生大的压力。中长线开始往下走。那么黄色飘带是短线压力都会往下走，这种情况下，其实每次的上涨，我们只能说有时候中期反弹可以去参与一下，还是不错的。它的空间多的时候，是吧？还是有不少的这种空间利润，从360到300，是吧？这几十美刀，这个空间还是 OK 的。但我们是把它看成反弹的，是吧？整体趋势其实已经很差了。大周期的周线上，它倒是跌到了一个重要的龙门线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去参与一个中期反弹。中期反弹后，如果这个缺口能被回补，以及它的这个低点确定上能够站上，后续它结构破坏，说明是一个假破。那这个时候结合周线的支撑，那它才有机会走出什么大的反弹或大的反转可能性。毕竟破位往往可能不破不立，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发生，但必须要日线这一波给到反弹机会，而后这个反弹是很强的，那才有机会产生。如果没有，那我们不能说去赌它会产生强反弹。所以至少日线先给一个小买点，再去买入反弹，反弹很强，超乎意外，再去渴望周线会见到大底。所以这是目前阿德对于特斯拉的一个想法。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英伟达，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其实还在这个区间内震荡，之前跌到绿色块的支撑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弹。反弹后上方的绿色块产生的压力没能突破，没能走出我们要的 N 字形的上破，再次2次回踩之前底下的绿色块，所以之前跌下来有支撑，目前回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寻找支撑。目前关键的支撑是底下的这一个绿色块，如果这个地方被击穿，那么这个地方就容易干嘛？往下去试探前方这个低点，那么甚至可能发生那种快速加速的一种动作，所以最好这个绿色块是能够撑得住的。所以在这里，在破位有效之前，我们依旧跟之前这个地方寻找买点作为主要的一个参考。当然，在交易上，如果你能够更加灵活一点，或者说你能够学一些期权策略，那么甚至哪怕你看到这个英伟达的走势其实不好盈利，特别做多，是吧？哪怕你做空其实也不好盈利，但结合期权策略，它其实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7月24号，是吧 ？Great 期权实战特训营就是专属的这种频道实战班的一个学员。那你可以看到，当时 Great 老师更新了一个英伟达的一个最新起上的一个明细，其实是对于英伟达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策略对冲的。那么现在这份策略在最新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盈利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如果您还未参与Great老师的一个期权班，那么都可以每周去听一听学一学，哪怕只学到一点点，是阿哲认为对你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如果您目前订阅阿哲，但是还没有听过Great老师的期权课，都可以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可以点击而后去学习。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趋势环境，看到它的日线图表。目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形，在图表当中它其实也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蓝色 K 线其实是曾经我们在这个地方买入的一个依据，就是在关键的支撑附近如果产生蓝 K， 它其实是说明它超跌而后又遇到支撑，如果后续伴随止跌阳线，它的类型是类似于九转的
这种效果，就是止跌超跌了，那么市场可能会有反攻。所以当时这个蓝 K 我们是做过一次左侧的买入，出现了一次上涨，当然它没有出现我们要的这种强趋势的延续，而是走了二次回踩。目前二次回踩同样的价位是没有跌破之前的止损位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继续等待二次回踩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是否这个蓝色 K 线又回到龙门线附近，能够再次出现反包阳线，那么就做二次回踩的止跌加仓。而周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回踩到我们的飘带支撑，然后出现了蓝 K， 那么这里其实有一个反包，已经确定了这个止跌有效，所以这个蓝 K 低点是不能被破的。如果本周收盘往下跌破，那么一定要去止损，这个地方就只能是反弹。那什么情况下上涨回调只是反弹呢？要么说明它是一个中期的下跌，要么这里是一个高点，大的高点。所以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下方是还有空间的，要么去试探左低的一个支撑，反正它已经不是紫色飘带可以顶得住的了。所以如果破了这个蓝 K 的低点支撑，这个地方就要去及时的离场，不要再抱有它这里能够走强的一个期望。如果这里能够撑得住，再次日线出现蓝 K 反包，那我们可以去博弈这里是二次回踩，它有机会再重新站回紫色飘带。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英伟达的一个看法。看到龙门线的价格是 193.053。如果龙门线它不是被有效跌破，那么正常会在1-2天内快速收回龙门线之上，那个行为就说明它的跌破是无效的，是一个洗盘。如果它这里反而继续出现阴线下破，同时破左低，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要走，要小心，可能是有效跌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标的是比特币的以太坊。目前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以太坊，它依旧维持我们之前的一个判定，背离顶背离后的风险，它有一个大背离和小背离，大背离上方是比特币，下方是以太坊。以太坊很明显是做多方的一个优选，如果你在加密货币上，你现在看到这两个货币它的这种情况，很明显以太坊是在不断的新高，在不断的打破左边的高点，而比特币呢并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去做出多方的选择，你做多肯定是还要选以太坊的。而后续如果市场走弱了，顶背离确实要走跌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干嘛呢？我要做空的，我应该选是比特币，是吧？这个策略我们之前一直讲过，一个背离的减仓策略。所以当前市场就维持一个一直的背离现状，左边的高点这个以太坊早就破了，比特币到现在还没突破，所以这个背离是不小级别的。在小周期上，它在近期是出现了一个小的顶背离，它又下跌了。那下跌之后为什么最近反弹？因为这个地方以太坊它没有破低点，比特币破的低点，所以构成了一个反弹。但很明显下跌力度是比较强，而反弹力度是不强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反弹之后继续往下破，修复了这个背离，比如说这个以太坊的低点如果后续被破了，不修复左边顶背离而修复了底背离，这里自然而然就是一个准备做空的一个机会。那么做空的选择就是比特币，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对加密货币以太坊比特币的一个看法，更大概率应该是产生日线的做空机会，而后目标是比特币往下去修复之前的底背离。那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 Core Wave。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Wave 的图表， Core Wave 其实它也出现了超跌的 K 线，就是白色 K 线。刚才我们看到特斯拉其实也有，那白色 K 线和蓝色 K 线是相对应的，蓝 K 的级别会小一点点，那么出现的会比较频繁一些，但白色 K 线一般比较少出现，因为它只有中长线超跌才会出现，所以当时的 Core Wave 是在这一波下跌时才出现的。所以当出现白 K 的时候，就说明它已经超越了蓝 K 的超跌的范围了，一般从短线超跌变成中长线超跌了，所以短线超跌往往就容易反弹，如果短线超跌不反弹，引发中长线超跌，那么可能就要到白 K 的位置才会有反弹。所以白 K 出现时，一般就是容易引发更大级别的一个反弹，它也说明它更弱，因为它说明中长线都在跌嘛，才有可能。所以白 K 消失反包，再看一个反弹，蓝 K 也是一样，消失反包看一个反弹。那目前它是白 K， 所以至少你要等它一个反弹是吧才行。那反弹之后，我们去看它对于黄色飘带的反弹。因为它的飘带是黄色，所以它是下跌趋势。那么下跌趋势往上，那么飘带就是压力，所以飘带压力看到下沿76.301，而后上沿是85.27。接下来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谷歌，谷歌是已经出现九转，这个九转之后肯定是已经有反包阳线比事前高的，否则这个地方不会出现这种结构。不过它这个九转不太好看，它不是一个标准九转，标准的九转一般是8和9为最低价，6是最低价，所以这个不是很标准的九转，它这种九转一般不代表衰竭，不太代表衰竭，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它不算是一个标准的九转，就标准九转一般是得要
8和9是最高价，或者说8和9是最低价这是一个小细节，九转结构的完善。那目前价格反弹了，价格来到了龙门线了，所以要注意龙门线的突破是否有效。一般来讲，黄色飘带为压力，龙门线之下反弹又是一个缺口，这里又是一个长上影线，所以一旦出现一根阴线跌回龙门线之下，就一定要跑。如果你真的参与这波反弹，一定要跑。如果你还没参与蓝 K 仿包你没有买，那这个地方最好等待它站稳龙门线再说。龙门线 333.633， 价格昨天的低点，我们可以作为防守位 330.4 附近。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走势相对来讲，它有一个买点的可能，但是没有好的买入 K 线。价格虽然回到飘带有支撑，但它没有仿包阳线，它的阳线是长上影线的10日星，是吧？它一直没有这种强力的看涨阳线出现，所以最好能够有一根阳线产生并且确实能够突破之前的运线。目前在之前这个运线的母线高点这里一直滞涨如果能有一个止跌阳线出现，我们再去看它往上去试探龙门线的一个压力。龙门线在 419.333。 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其实结构跟微软一样，它是有买点是不是有紫色飘带，是不是有仿包阳线，所以这里是个买点。买入之后我们可以以这个低点作为止损，如果跌破就止损，不跌破这里是一个算是短线博反弹，反弹是中期反弹的目标龙门线，所以价格上涨如果它只能够到黄色飘带，就说明它是一个压力不强，很难说反转。如果要反转，正常一般是会有一个突破飘带，回踩不破转止带。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认为它的趋势会从弱势走为中期反弹。所以现在它是有这种可能，那我就在这里看涨，止损放好，目标位看到上方的一个 196.114。当然这是一个理论的目标。它如果这里直接跌破，那就一定要止损，可能还是一个弱势反弹。下只个股看到 Circle 是一个黄色飘带，加上它的龙门线向下，所以它的你眼看过来就知道它趋势不太好，只是最近止跌了。左边的这个缺口，我们说缺口是一个多方留下的痕迹，所以往往下跌时它的目标位以缺口回补会产生多方支撑是很正常的，所以当时这个缺口比较大，回补之后在这里是有不断的多方挣扎是很正常的，但这个挣扎力度比较弱，所以这里如果往下再来一根阴线破位，那这里其实就很麻烦了，前低大概率就要破了，那趋势的空间其实就会打开下跌空间，所以这里它震着最好能够震出紫色飘带往上回踩，这样走那么才有机会。目前还没有方向，因为它还在震，它还不明确。而我们看到下一个是礼来还处于买点的看涨区间。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蓝 K 仿包突破之后至少前高是一个目标，目前又回踩了，又是蓝 K 又是突破，所以依旧目标前高。当然前高过程当中它很早出现这个黄 K， 出现一个黄 K 破了实体，但没有破低点，就黄 K 是一个滞涨的信号，跟蓝 K 相反，所以当时这个黄 K 跌破我们就是止盈点。目前这个黄 K 它出现实体跌破，所以你可以减仓，如果收阴线再破它的低点，那我可以把反弹，我可以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反弹，它不是一个反转了，那我可以先离场，因为它左高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买点到现在其实有一定的短线盈利，所以开始减仓。如果它不破黄 K 低点，那有机会依旧可以往上去看左高。我们来看到下只标的是 AMD 其实也到蓝 K， 但它的趋势是不是下跌反弹转黄色飘带，跌破黄带破一个低点，所以黄色飘带的节奏下就容易破底，容易反弹不创新高，紫色飘带就容易低点抬高，而后容易高点抬高，所以这是一个趋势的一个结构。目前很明显它是一个下跌结构，那下跌结构哪怕蓝 K 有仿包，我们也只是看反弹，是吧？这是一个我们不同的趋势下的一个看法。所以这里如果出现仿包突破蓝 K 高点，那我可以看一个反弹。那目前的周线上倒是还行，周线是回到飘带内，但周线它飘带内要有止跌动作，是吧？它下来了要止跌，不止跌这个地方可能还会继续往下探，所以最好周线等待止跌是中长线的一个选择，日线博弈反弹就可以等仿包做个短线是 OK 的。下只标的来看到 INTC 的价格它也是不断的下跌，有蓝 K， 之前这里其实有蓝 K 后它买点不好，是个阴线不买。那么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好的蓝 K 仿包有阳线，我们再去看涨。周线上其实也在蓝 K， 所以它和这个 AMD 是一样的，周线有支撑了，有超跌了，但是它一直日线上迟迟不反应，还在走单边下跌，那我们就先看支撑
后的反馈。日线如果有反馈，先做日线的反弹，周线后续如果能够因为日线反馈而走出周线的反弹反包，那就可以看周线的回调支撑有效，而后看涨，就跟英伟达之前那样子。现在的标的来看到 APP。其实趋势一眼看过来也一样，像黄色飘带龙门线向下，跟特斯拉一样，这种结构就特别小心，它可能会走出中期反弹的高点，而后往下，跟特斯拉那种左破左低，它现在就有这种节奏，有这种迹象啊，就要小心。慢慢的，它可能就慢慢的往下推，推的是突然来一个暴跌，突然来一个破位行为，是有可能的。一般面对这种又黄色飘带又往下，我们一般就不太建议去做多了，是吧？之前这种黄飘带突破反包，一般就做个反弹。是吧？它跟之前这种趋势不一样，之前还能做一个新高，是吧？黄 K 跌破要走，所以目前下跌反弹下跌，哪怕有九转有蓝 K 反包，也就做个反弹，它又比较弱，这种地方有反弹其实做不做都可以，一般来讲风险比较大，仓位不要太重。下一个是半导体上被做多，它是跟 AMD 像英特尔，其实最近这类的个股其实都是下跌的，而且都大多是临近这个龙门线了。所以 AMD 虽然跌的也厉害，但至少 AMD 还算是比较抗跌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也到了蓝 K， 但蓝 K 不代表就每次都能够止跌能够涨，它至少要消失反包，这种叫周线的机会。但周线机会不是说每次都有，所以现在有周线的可能性机会，但它要消失要反包要确定止跌，周线目前还在走连阴加速，所以这种情况下中长线来讲，我们是要等的。要等多长时间？你至少要看到有一周蓝 K 消失了，有一周出现反包阳线了，所以它这种机会正常来讲，起码你要拖住它的价格，应该要花个2周时间。如果这个地方是个反包阳线，说明第一周反弹先有，反弹如果很弱，那没戏，周线可能也止跌不了。如果反弹很强，有机会第2周修复，是而后走向上才有机会。现在龙门线的跌破第一根，看是否有效跌破，就最近有没有反馈能够蓝 K 反包了。龙门线的价格现在是 107.68， 而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 Meta 标记为绿色块是因为它出现九转，这个九转结构它其实是紫色飘带加上这个龙门线，其实它靠得比较近，反弹了很多次了。价格走势其实龙门线从一开始的往下抛到最近是有点走平了，所以这里是有可能产生大的这种反转的底部的，但它要跟踪。是吧？所以每次有蓝 K 有九转，我去做一下，可能哪一次它就走出了一个很好的左侧低点。那之前这个地方是也有蓝 K 有反包，那价格回踩再出现新高，但这一次没有给买点，有就很漂亮。所以这一次又破位了，那这里如果有继续可以做左侧的买，走好回踩，再做右侧的加仓，再去博弈它能够走一个长的大周期的一个低点。它目前至少有个大阳线的底部支撑，是吧？趋势是有机会走出2次回踩。小级别2次回踩，大级别其实也是2次回踩，所以结构还是 OK 的，但必须要有止跌买点，不然随便直接买，它这里也是九转。下一个 RKB 也进入到白色 K 线，说明蓝 K 下跌很多次，蓝 K 到了消失反弹很弱，但是它这个低点也维持了1周时间。蓝 K 出现的时候，它就会有机会出现低点，只是趋势好的时候，低点可能就是爆发点；趋势不好时，它的低点可能就是反弹。所以蓝 K 出现，蓝 K 消失反弹，蓝 K 出现，蓝 K 消失，当然没有反包，所以这里是弱势反弹往下。那白 K 出现了，白 K 找个支撑反包就有机会中期反弹。目前至少要等一个反包吧，至少它的压力是在 70.515 左右。周线来讲还在出现连续的蓝 K， 但它周线有这个左侧的底部信号，但也一样，蓝 K 消失之后再说。目前依旧维持单边下跌，空方太强，衰竭归衰竭，但没有多头信号。下一个个股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价格也是到了龙门线附近，是吧？周期来讲，周线它是一个继续的蓝 K， 那也到飘带了。这之前蓝 K 这个地方是个很不错的低点买入点，现在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那你就要看一下这个周线上的蓝 K 能不能消失，后期能不能反包。我们基本上每期视频都有跟踪这一个，目前它依旧保持空方，所以就没什么好说的，等有反馈再说。日线上还是靠近龙门线，没跌破 366.082 是它的中线的日线支撑。下一个个股来看到皮尔 TR 的走势依旧不太好，之前短线可能能起来，有机会有起来的模型，但是价格指数环境可能不太允许啊，刚好遇到了指数在大跌，在加速下跌，在恐慌抛售，它起不来，但是很明显它扛得住，很明显它前面的支撑是撑住的，这个缺口补了之后，立马有一个长下影线，大阳线其实一直也是影线破，没有实体破。从指数目前的环境来讲，短线恐慌抛售，而 PLTI 其实是没有遇到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依旧保持一个蓝 K 反包的买点，所以这个区间依旧可以作为买入区间，下方不要收盘跌破，依旧往上可以看
有机会继续走强，所以阿周还是保持绿色块的一个看法。龙门线148.397，下只标的啊，我们看到美光还是比较弱。我们来看到市场的一个周线，它是蓝 K， 但依旧蓝 K 没有消失，所以它依旧维持超跌，但没有止跌。龙门线的距离还有562.726，所以它也算是比较强。虽然走的是下跌，但它比一些个股是强的，很多弱的其实都已经跌穿龙门线了，它还没碰到。价格走势继续等呗，就等周线的超跌确认止跌，不然日线目前还在走下跌阴线，九转只走到3，也没有蓝 K， 也没有白 K。是吧？整体还是强势下跌的，缺口补了之后也是实体阴线，看不出这种止跌现象。现在标的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蓝 K 延续的太多了，不太好。蓝 K 出现，等它消失反包，但是已经跌破这个左侧的这个龙门线，跌了很多根 K 线了，就不太好了。这种其实就走弱了。还不如英伟达，是吧？英伟达还是比较强一点的，所以从刚开始我们认为它有机会在这里走出启动，有这个机会这么走，但是它没有给这个地方的右侧买点，而是跌破了，所以右侧的机会往往不太容易出现。那么左侧交易的买点，目前如果跌破了就得要止损，所以左侧是试探。如果之前没有高抛止盈，那么现在就面临要么就走二次回踩支撑买入再加仓，要么就是跌破左低要止损，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蓝 K， 它当时这个左低是蓝 K 来的，这里如果收盘跌破，这个蓝 K 就破了，那么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下破的一个情况，就不太好。这里是新的蓝 K， 本周如果在这里能够止跌，那么有机会是二次回踩。下一个看到 AOI 就也还是日线保持强力下跌，只要它不破飘带，它没有这个动作，它就很容易延续日线的大跌，延续这种单边的波荡下跌，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有时候哪怕周线是有一些信号，有一些蓝 K 啊，但它没有这种强力的动作，就超跌了，便宜了，一直跌，没人要，这个筹码没人要。像之前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之前这里蓝 K 出现之后，立刻就有人要，所以有人买，蓝 K 就直接消失了，而后就启动了。现在这个地方就一直下跌，一直蓝 K， 一直没人要，那没办法，它出现了蓝 K， 这里出现一次没有反包，这里又有了，看一下能不能反包，反包看看反弹，反弹强，有机会周线止跌。所以目前上方的压力100.023。而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 LITE。LITE 的结构跟 AOI 是类似，是吧？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次，它类似的，它这个结构也是左侧一波单边强势上涨，而后走中期回调。那么它的反弹虽然已经有过飘带，但其实也一样的，过飘带它只要后续回踩没能够撑得住，其实都没什么用。破飘带一般2根就容易滞涨，是吧？它有时候不破飘带，有时候破飘带，那破飘带正常误差就有2根，正常就有2根，破飘带正常就有2根误差，就容易衰竭。如果2根之后能够走止跌，那还有机会走紫色飘带，否则这个日线是不止跌的啊。所以这种不止跌的个股，你不做空，你就不要做多。这种情况，它是不是也跌破了蓝 K 低点啊？所以这个不好，这个九转出现了，但也没有出现4天前高和反包阳线，所以都是维持下跌的判定。那么肯定就不是做多的标的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是 MBIS 是蓝 K 出现破到这个龙门线145.083是回踩，这里是一个黄色 K 线，黄 K 是压力，如果反弹遇到黄 K， 它又是黄带，那么跌破的时候其实就是做空点，它说明它容易破低点。之前我们有讲过，就如果是紫色飘带回踩就找蓝 K， 如果是黄色飘带，那反弹就找黄 K， 这种都是顺势的点。当然有时候我们做了一笔新高之后，如果有黄 K 也可以做止盈点，是吧？这是我们对趋势的认识。周线上呢有蓝 K， 但没有止跌，所以依旧维持下跌。日线如果回踩龙门线能够反包，可以看一波反弹，但是飘带不过就还不行。飘带的压力是194.5，以及上沿是215.28。那么以上就是7月3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